Hello，我是 BB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人生游戏的赢家法则。人生不是一场战役，而是游戏。学会游戏规则，你就可以畅玩人生。这也是一本百年古书哦，我真的非常喜欢古人的智慧，所以一定要介绍给你。其实这一本我之前有介绍过，但是这一次我有拿到3本电子书要送给大家哦，所以我想再跟你介绍一次哦。这本书的作者叫做佛罗伦斯星，她是上个世纪的人，她是一个女性哦。她写过很多本书，她非常有名是因为她讲话都会成真，常常会有人拜托她说帮我讲一句肯定句吧。因为她讲的话都会成真，所以她常常会帮助她的学生显化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，例如说理想的工作啊，或者是理想的情人啊之类的。她说话语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真哦。而且一句话如果一开始它只是个谎言或只是个玩笑话，但是你讲久了它就会变成真的哦。思想跟语言是超强的震动力，你会吸引你所说的一切来到身边。曾经有一个学生来找他说他即将要被罚款$3000，可是真的凑不出这个钱来，这个月的15号就要被罚款了，他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作者就帮他说了一句肯定句：我感谢上帝可以让这名女士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收到$3000。而且一定要充满信心，让信心也表现在你的日常行为中哦。可是到了15号当天，那个学生还是没有收到任何1毛钱啊，他就非常紧张的打电话给作者，说到底该怎么办啊？作者就说今天是星期六，所以他们不会来找你。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扮演出富婆的作风，要对自己充满信心。结果到了礼拜一之后，那个学生就打电话来了，就说天哪，真的是太神奇了，奇迹真的发生了。今天早上我的堂哥来找我，我们聊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。他离开之前问我说最近生活过得还好吗？我跟他老实说我需要$3000，结果堂哥就说要提供我$3000，真的是太感谢了。当天他就请我去他的办公室领$3000的支票，真的是太感谢了。作者的肯定句真的非常厉害，所以有超多学生都会来找他帮忙。那他说肯定句有一个关键就是你要有办法相信你说的话。这个肯定句如果听起来有一点太遥远、太不可思议的话，那对你来讲是没有用的。你要让它有一点合理，让你的理性脑可以接受这样的讯息。所以他会讲说，让这笔钱在最适当的时机，用最适当的方法出现，这样子你听起来就会觉得还蛮合理的。如果你是说请让我中乐透吧，请让我捡到钱吧，也许你没有办法接受，你的理性脑没有办法接受，那这样的肯定句就是没有用的。人生就是一场回力镖的游戏，所有你的思想、语言，你给出什么，最后都会回到你的身上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明显哦。因为地球的频率一直在上升，所以我们给出去的能量会以更快的方式回到我们身边。曾经有一个学生跟他说，我去银行提钱的时候，在钞票里面竟然夹杂了一张20元的假钞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想要回去跟他们理论，可是他们一定不会承认是他们给的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作者就请他想一想，为什么会得到假钞呢？你平常有给出假钞的能量吗？所以你会收到假钞呢？这个学生就突然想到，没错，在前不久之前，我给了一张假钞给我的朋友，是要跟他开玩笑的。没想到这个假钞的能量也回到我身上了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并不想要这张假钞啊。作者就说，那我们来宽恕这一切，原谅跟宽恕可以让你之前给的一些负能量抵消掉哦。学生就在心里面先原谅银行给他这张假钞，好好的宽恕原谅一下，等到心情很平静之后，再回去跟银行讲，不好意思，你给了一张假钞哦。没想到银行愿意把假钞收回去，换了一张真钞给他，也没有跟他吵起来哦。所以宽恕的力量是很强大的。大家如果不小心给出一些负能量的话，不妨先试着宽恕一下吧。曾经有一个学生来找他，跟他说，我很讨厌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，他跟我同组的，我觉得他每次都在扯我后腿，我超讨厌跟他一起工作的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作者就说没有人会是你的敌人，他一定是来帮你的，只是你现在看不到而已。你要祝福他跟感谢他，你才会看得见他的帮助。
这名女士也是很不情愿因为她真的很讨厌这个同事。可是呢，她也很努力的在心里感谢他，祝福他，尽量不要去想一些这个同事讨厌的地方，就让自己不要有这么多负面的情绪。结果过没多久，那个同事带了一个新朋友来介绍给他，那个新朋友就变成他的客户，让他赚了一些钱。后来这个同事也调到其他单位去了，他们两个就不用在一起工作了。这件事情真的得到很完美的发展，就如同作者说的，那位同事是来帮助你的，没有人会是你的敌人，你要想办法让负面的情绪转换成感谢跟祝福，事情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展哦。再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许了愿望之后一定要听从直觉的指示。如果说你许下了愿望，可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话，也不用很急着去做一些事情，等到你有一些直觉有灵感的时候再去做就可以了。曾经有一个学生去找他，就说他非常需要一个很理想的工作，请他给个肯定句吧。作者就说，无穷的神雷娜，请为这位女士开辟一个正确的职涯管道。他强调是要一个正确的职位，是一个可以让人心满意足的职位，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职业哦。然后他教他的学生要感谢这个职位已经得到了，先感谢就对了。过没多久，他真的得到3份 offer， 有2份在纽约，一个在佛罗里达州。他不知道应该要选哪一个。作者就说，你可以向无穷的神灵要求一个明确的指示。后来不久之后，那个学生就告诉他说，我本来非常犹豫，不知道要选哪一个职位，但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就闻到棕榈树的味道。我曾经去过佛罗里达，我还记得那边棕榈树的味道，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上天给我的指示吧，所以我就决定去佛罗里达了。后来我也做得非常愉快，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做得有声有色。直觉是一种灵性的能力，你没有办法用理性的脑去想直觉到底是干嘛的，是从哪里来的，它就是一种灵性的能力，会为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。有一天，作者在路上的时候，突然很想去某一间面包店，但是他的理智脑告诉他说，面包已经卖完了。可是他的直觉就是要去那间面包店。他走过去之后，面包真的卖完了，但是离开的时候，他就遇到一个他一直很需要遇到的朋友。这就是灵感的神奇的能力啊！灵感真的很神奇，理智脑是不会了解的。这本书还有附赠一个小册子哦，叫我是人生胜利组。小册子也编排得非常精美。这本书也要送给大家哦，只要在这支影片下面留言，就会抽出3位观众得到电子书哦。这本书还有很多内容，我之前有做另外一支影片，在这边可以去看一下哦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